在美国买房子有7种房屋的类型。美国买房屋类型是多样的，那么主要有哪几种不同的房型可以选择呢？哪个房型才是适合自己的呢？我们为大家总结了美国常见的户型，这些户型的优点和缺点，我们全部都告诉大家。独栋房屋，这是美国最常见的，也是很多人心中最理想的家庭，也被称为大 house。一般有前院和后院的大院子，可以种花种菜。它的优点就是隐私的保护到位，居住的体验极佳，没有共享的墙体。土地和房屋的产权都是属于你的，买下来以后可以在合法的范围内自由的改造和装修。此外，这类房屋是出手最容易的，而且价格比较高。大 house 的缺点就是比其他的房屋类型还要贵，而且对于懒人来说，打理院子、修理等等的事宜，要么就是花钱来找人弄。所以这个就是大 house 的缺点。我们再来说一下联排屋 （townhouse）。联排就是几栋肩并肩的住宅，共享一面或者是多面墙体，结构紧凑，但是它一般要比独栋的别墅要便宜一些。它的优点就是隐私保护和居住的体验虽然不如独栋，但是的话仍然是不错的选择。拥有房子和土地的产权，维护的费用也是相对的合理的，但是它也有缺点，在改造和装修的方面有所限制，每个月需要支付物业管理费。共有式的公寓 （condo） 通常是位于地段较好的区域，配套的设施齐全，比如健身房、屋顶花园等等。它的优点就是交通很好，加上配套也是不错，安保的设施也很好的。但是它的缺点就是隐私性不如独栋房屋和联排的别墅，而且每个月需要缴纳 HOA 的费用，而且没有土地的产权。多单元公寓 （apartment） 多单元公寓跟 condo 在外形与功能上面都是一样的，它们的区别在于产权的形式。condo 是每个屋主拥有产权，多单元公寓 （apartment） 是一个社区都是同一个产权。多单元公寓的优点就是非常的便利，该有的设施一应俱全，像洗衣间、健身房、游泳池，有的还有守卫，有些还有小教堂或者是便利的超市。一般都是设有 leasing office，有专门的人负责出租以及维修和维护，但是缺点就是没有前后院的私人空间。多户住宅 （multi-family house） 一栋房子被划分为多个住宅的单元，它的外观与独栋的房屋类似，但是会隔成2个房间到4个房间的家庭。每一户都有独立的进出、厨房、卫浴、卧房，住户有完全独立的空间。它的优点是每个单元都可以单独的出租，很多人买来投资用，租金收入可观。房屋的维修和保养的费用是由多名的租户来分担的，但是缺点就是管理和维护多个住户的成本是比较高的，如果遇到一些不良的租客，处理起来就会比较麻烦了。移动屋 （mobile home）移动屋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可以带走的房子，优点就是价格是很便宜的，但是相对的居住空间小，结构没有那么稳固。缺点就是每个月要付土地的租赁费用，没有土地的产权，一般要租赁 mobile home park 的营地。在美国，住宅的建造类型是非常多样的。在选房的时候，对各类房型的
特点也并不清楚，也很容易在买房的时候做出错误的决定。你在选房、看房的过程当中，如果想了解房型，可以随时向自己的经纪人询问房子的房屋类型，有没有经历过改造等细节的信息。在美国买房子，大家经常会被 single family、townhouse 和 condo 这些词语来搞晕。其实区分它们的最核心的并不是长什么样子，而是您到底拥有什么。Single family 独栋别墅，最简单就是你拥有了房子，你也拥有了房子下边和周围的土地，天是你家的，地也是你家的，当然维修也是全包。Condo 公寓你买的其实就是墙内的空气，墙壁以外的走廊、屋顶、地皮，这些都是属于 HOA 的。所以 condo 的物业费通常是很贵的，因为包含外部维修和保险。最容易混淆的就是 townhouse 联排别墅，它虽然和邻居共用墙体，但在法律上，您通常是拥有房子下面的那块土地的。这意味着相比 condo，您对土地拥有掌控权。物业费呢，通常也会低一些，但是相比独栋，你又要受制于共享墙体的限制。弄清产权的归属，是计算持有成本的第一步。在纽约，空间是非常宝贵的，层层高楼堆叠，不断地刷新着天际线。但是实际上，这些房屋可以分为很多种不同的种类，居住起来的风格也会不一样。在1800年代末，许多家庭搬出曼哈顿的时候，开发商将皇后区和布鲁克林的大片农田改造成独立式的单户住宅。多年以后，许多这样的房屋依然屹立不倒，因此独栋别墅是美国最常见的房屋类型。它是独立的房屋，通常由一个家庭居住，不与其他的房屋共享墙体，而且同时拥有土地和房屋权。通常这些房产是2层楼，其中一些房屋远离街道，前面有一个花园的空间，甚至有些还设有车道和车库的空间，仅供居民停放汽车。在美国买房子啊，你要是连房型都没有搞清楚，很容易一上来就买错。很多朋友在选房的时候，对各类房型的区别和特点都可能没有那么清楚。美国常见的房屋的类型和每个类型的缺点和优点，希望能给大家在买房的时候做个参考。买房之前务必要了解清楚房子的房屋类型，这样好根据自己买房的用途来决定买什么类型的房产。基础信息决定上层建筑。带给大家最实用和最专业的美国置业攻略，优质的美国房源，并提供落地生活的各类服务，做最值得您信赖的美国服务专家。当下房产投资最大的风险是经济下行的风险。如果房贷利率迟迟降不下来，而且房租下降了，你投资的房子又是负的现金流，就有可能拿不住房子了，然后被迫降价卖掉。只有稳定的租客和正向的现金流，才能保证您拿得住这个房子，等来下一波的上涨。我们不讲套路，不讲技巧，只讲底层判断力，教您如何避开这些坑，少走弯路。欢迎订阅。